高哥，刚才真是话多了啊，有点激动了。一会儿上去，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，你有点扛不动了。明白，完全的明白。是，但是哥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把心放肚子里啊，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。你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，说出来才能一块扛。我爱听这个，咱共事多少年了？咱有个3、4年了吧？啊，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？对吧？对。再说了，我就不信了，哎，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咱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，还那么多干警的，他不可能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哥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哥，我跟你交个底啊，龙哥搞外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。于天成跟谁合作，你知道吗？江远。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，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。你想想啊，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？说实话，这些真的都是小风小浪。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，我怎么没想明白呢？咱这得谁说了算呢？是不是？是。你上去，你帮我跟大哥带句话，我这命都是他的啊！哎呦，哥你真是，弟弟，走了啊！走了。行，把话帮我带到了啊！没问题，一定得到啊！走了啊！哪天约啊！拜拜，走了。好嘞，哎，赶紧走。哎，回头见，很快见。快点开。哥，你回来一慌慌张张的，你们开会聊什么呀？好，赶紧跑，我知道太多了。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，哥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陈胜龙这孙子拿我当炮灰呢。行了，不拿了。行，拿着。来，这点拿着自己花去。不是，哥，你拿着。哎，我不要，听我的，你也找个地方躲2天去，安顿好了，到时候联系你啊。来不及了，不是，先走了。哥，哎呀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你有没有可能你？嘿呦，王总，这么晚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。哼，陈总叫你过去。下来吧！别快跑，别让我说下来！别逼我上来是吧？老岳。你没拿包？皇上，这什么情况呀？还有刚才你接谁电话了？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，心不在焉的。老乔，走。老乔过世了。啊，就这儿啊？对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行，严告诉我打电话。您请进。哎，哦，行，那咱先看。哎，好，您请，您请。
哎，怎么样？公安给我来电话了，说在永庆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，旁边有振兴的车、包，还有衣服。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，冲下来了。现在还不清楚，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。周梅现在怎么样？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？人走太突然了。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，看点周梅，还有冉冉。先这样。好。明天回趟东边。明天中午得跟张总吃饭，约我。以后张总就是我老板了。小燕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，还没去呢，先改时间，第一印象不好。他欠小远个人情，王小远跟他说，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？人都走了，回去时还看不着哪去？不是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，让人走也不碍事。哎呀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。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，第一件事，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。衣服一脱，哎，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，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，咱全家北京安家，一家人骑骑乘乘，一个都不少。对，珍惜眼前人。哎，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。还怎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确定不回东平了？我可给你嫁了。我就先不回了，假攒着呗。攒什么攒啊？嫁还要攒的，过这村就没这店儿。咋这样啊？各位领导，首先我要检讨，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。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，我们准备的不充分，功课做的不扎实，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，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，为什么？各位领导，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，那都是胡乱攀谣，根本没有事实根据。
们经过审查发现，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，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，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、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。他一开始呢，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，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，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，他都不清楚。可实际上，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？其实啊，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，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。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，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？张文京当庭喊冤，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，混淆视听，干扰了我们审判。他呢，这是一种手段，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，或者说，他非常清楚，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，并且也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，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，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，博取同情，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。领导，我要汇报一件事情。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死了。啊？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已经去过市局了。截止到目前，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等一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。各位领导，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，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，还有指导，让案件切实的进行下去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，辛苦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，研究研究。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？信息量有点大，也有些混乱。说一下怎么个乱法？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，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。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，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，也就是说，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，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。这封信对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，但只是观点，没说原因。对于这样的举报信，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，必须查。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、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，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，那将是极其罕见、骇人听闻的。对，可是张姐，别的不说，首先时间就不够。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，包括张文京当庭喊冤，这都是搅在一起的。想要查清一点，其他也得理清。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，刑诉法规定，公诉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宣判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3个月内查清楚。难啊！难，也得查。
领导，哎呀，领导好。洪亮，哎，到北京了吧？到了，今天到的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托您的福，一切顺利。那就好。明天啊，需要你回来一趟。哎，领导，我方便问一下，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。不需要，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。好，没问题，保证不迟到，您放心。那明天单位见。好的。早点休息。哎，领导再见。什么玩意儿？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？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？哎呀，真不由己，真是。你，哎呀。严书记，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，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，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。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，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，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，指导办理张文金案的同时，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，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，如果有，一旦查实，坚决打击，绝不姑息。明白。先麻烦啊，没事。哎，正好我们李检到了。李检，谢主任。李检，哎，谢主任。李检，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。啊，正好给许局打电话呢，有什么新进展？李检，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还在调查当中呢。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。行，谢主任。那个关主任，你配合一下。哎，太麻烦了啊。哎，没事，哎，江队。老乔就坐这儿。张队，老乔是怎么死的？挨的啥？谢主任，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？关系挺好的。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？江队，哎，乔主任这个人呢，平时就不爱说话，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，就更不爱说话。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，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，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，脸面上可能挂不住。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申请人洪亮，我是刚调来不久啊，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，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。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，开玩笑。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？专委很关照我，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。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，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是吧？对。洪亮啊，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，推进的很顺利，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。是吗？哦。那一部的主任
亚平同志，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？就人很好啊，就是性格比较直爽，性情中人。但实话讲，就是因为我们11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，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，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。谨慎啊，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。好，就要离职了，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，你打算怎么度过啊？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，服从集体利益。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，我义不容辞，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在任18年，也才40多岁，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，舍得吗？肯定舍不得呀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家是东平吗？对，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。我父母还在嘛，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。哎呀，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。万海案是吧？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，那个乔振兴的死亡。洪亮，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，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，就说是溺亡。但我听说他这2年喜欢钓鱼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，你至少得这么大。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？啊，你应该了解他。说说看。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，最纯粹的一个人。怎么说？对理想，对人生的规划，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，那还真就实现了。就是我们上大学大1上学期那会儿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，我专门问过他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这为啥当检察官？他就跟我说，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、捍卫公平的卫士。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有点抖。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，我特别想提醒他，我说哥们儿，你烫手了。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，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，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，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，那开水就流在那个红字儿上，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。就那一刻，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。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？李仁俊，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。密码65。他们到了。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？李仁俊，你昨天给我打个电话，就东平市代理检察长。哦，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？对，我们仨一块的。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？你也说说看。大侧块上来讲，他们俩就是我们仨吧，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人。
但是任俊呢，就比我跟乔振兴呢，在理想上来讲，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。就他不是说，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，他更希望说，在他的努力之下，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。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，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。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。真是难得啊！大学同窗，竟然3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，你们3个人应该是好朋友。那肯定。洪亮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说你这个人，你对朋友，你能做到什么样？啊？随便聊，随便聊啊！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、两肋插刀，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。像您专委应该了解我，我至少是一个说，为了朋友、为了好朋友，能够雪中送炭、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。好，就要你这句话，差不多了吗？应该在门口了，让他进来。好，我来。哎，亚平主任，张姐，孙长，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张姐，找我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委屈。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下时间。洪亮，这个字我还没签，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，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。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，请坐。嫂子，照片。嫂子，我来选吧。选一张什么样的？找张穿检察制服、戴检徽的，真心喜欢，找张笑的。你都不知道，你隔着半年，你多憋屈。我必须让他笑着走。嫂子，你检察服的没有笑着。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，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，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，李仁俊、乔振兴，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。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。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，张文京当庭喊冤，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，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，下到东平去，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。郑亚平同志，指导小组的组长，你来担任。是。洪亮，你是副组长，听明白了吗？张姐，
这不太合适吧？为什么？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，有您的良苦用心。对，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，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确实是挺难的。所以，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，确实值得探究。但是万海案，从介入到起诉，花了2年多的时间，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，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。我个人觉得啊，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另外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，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，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，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。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，肯定查，而且一定会查清楚。有问题，我们跟市院指出，错了纠正，那对了呢，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。查也好，推动案情也好，要去东平吗？对。洪亮是东平人，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，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。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，还有乔振兴，都是他的同学，这2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，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。张姐，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。为什么？同学都是熟人，对，得避嫌。我真觉得他说的是。问你意见了吗？这是党组会的决定。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，11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。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，乔振兴？证据不足，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？没问题，可是你已经退补2次了，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，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？第2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？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，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？可是你都退补2次了呀，法律规定只能退补2次。那超过2次，这个案子就不能诉了。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，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！哎，我们还有检查侦查权，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。哎，李家，那个都问什么了？哦，就问了一下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。除了配合，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。张文京喊冤，再加上老乔这事儿，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？你觉得呢？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一块儿了，能没看法吗？那李健，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？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，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？您给我个指示。等省院的指示吧。好。李健，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，别太难过了，身体为重，啊！我先去忙了。我来说一下纪律。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，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。在结论出来之前，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，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、任何态度。多听、多看、多观察，多摸摸情况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张亚平同志还有什么想法？我尊重党组决定，服从组织安排。那好，张检，我有个请求。说。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，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。洪亮同志，哎，你不反对吧？
我去准备一下。好。洪亮同志，离职报告我没签，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，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听清楚了，尤其是大学校园、开水房、乔振兴绿色的暖瓶、红色的字那一段，我被感动了。假设啊，我只是说假设。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，乔振兴有问题，你会怎么看？不科学。那反过来，乔振兴没有问题，李仁俊有问题，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，你怎么想？不可能。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，领导，那就是我有问题了。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，我对我自己认知，我对整个世界，我对我这身衣裳，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。你看，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？所以啊，需要有人去理清。洪亮，你刚才说过，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。那好，如果我签了这个字，你脱去这身检查服，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，你放心吗？你会有遗憾吗？吴博文辩护人，我也要提醒你，不要过多的论述。好的，主持人。那是李明启让我们做的，他说如果不这样就会进监狱。反对，主持人，我要求暂停听证会。那就是李明启让我们干的。他说那个女检察官跟王长友有私信，让我们去问问他。闭嘴！想说什么呢？干嘛？韩仁俊，什么日子们？够了！吴博文是无辜的。是我干的。李明启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清楚。凭什么前几天只跟王朝元一块玩？我就是嫉妒，所以我就打他喽。吴博文他也不是无辜的，还不是怕我们打他，照样给人叫回来了呀。你能好哪儿去？问你呢。主持人，李明启现在情绪很激动，这已经超出了本次听证会的范围，我在此要求暂停听证。是我的律师，是他暗示我，检察官来了，我该怎么说？后来你们发现了视频，他又教我该怎么修改证词。我受够了，我真的受够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生在这样一个狗屁家庭里面，你们根本不懂。我爸天天打我，除了打我还能干什么？你打我呀，啊，你打我呀！我让你到监狱里，你永远打不了我。来呀，来呀！鉴于吴博文的辩护人出示了新证据，所以我们决定暂停听证，待我院审查完证据之后再做决定。任律师，谢谢。您客气了。任律师，真的非常谢谢您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说过，以后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打理。好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我一开始还怀疑是他。你为什么当初就认定吴博文是无辜的？
没有认定他是无辜的，只是我没有认定他有罪。你说的对，我是有罪推论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王朝元的死不是你的错。任天宇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王朝元讨回公道。只是我没有想到李明启居然对他父亲的恨意那么深。刚刚在会上，他看李波的眼神让我觉得害怕。就是因为他心中的愤怒无处宣泄，他才会选择去欺负身边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李明启在学校欺负同学，跟他父亲有关？往往校园霸凌中的施暴者，都是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。施暴者，受害者。对，没有坏孩子，只有坏家长，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父母的打骂中，无力反抗，也无处宣泄心中的愤怒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只能选择去欺负身边的弱小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李明启还挺可怜的。他是挺可怜的，但是他也确实做错了。我现在就不知道李波能不能意识到，他才是整个问题的根源。可能他永远都意识不到吧。其实我在家里的时候吧，也总跟我妈吵吵闹闹的，但一般第二天就和好了。她虽然不想让我做检察官，但是最后也依了我了。其实我心里知道，他们还是挺爱我的。可能李明启从来都没有感受到他父亲对他的爱吧。一个家庭对一个孩子来说，真的挺重要的。你说的没错。所以啊，咱们去兜兜风吧。啊？这下案子总算真相大白啦。是啊，有的人差点把命都搭上。你还说呢，我还没来得及批评你，那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如果你最重要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而你正在去救他的路上，你还有功夫接电话吗？看在我现在没什么事儿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否则怎样？否则我就不会放过你。早知道我就不帮吴博文了。为什么不帮啊？如果我不帮吴博文打官司，也就查不出李明启才是幕后主谋，也就帮不了王朝元。这样，我最重要的人也就不会放了我。任天宇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黑心律师，没想到你还会开这种无耻的玩笑。说，你是不是就用这种话哄你孩子开心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我不希望你放过我，因为
你还真会做饭啊？啊，在国外的时候，没有人管你这些，自己不做的话就饿死了。你刚刚出院，不能吃油腻的东西。我给你做碗蔬菜粥吧。你做的饭能吃吗？别我刚出医院，你又把我搞进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的口红有没有沾到我嘴上呀？啊？我去那边看看。哦。那5个孩子被附条件不起诉了，张浩伦找到那对男女了，那火不是孩子放的。是我听说姜文静去听证会了，这次的事情啊，应该能让他成长不少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也没跟我说，那可儿怎么办呀？啊，去同学家做作业了，一会儿送完你，我去接他。哎，你这当爸爸的真的是啊，一点都指望不上的。是啊，我也是觉得总这样不是个事儿，所以我考虑请个阿姨。请阿姨？嗯。怎么突然要请阿姨啊？也不是突然，就一直也都有想过。那至少我不在的时候，可以去接下可儿放学，给可儿做点吃的吧，对吧？你总不能每次都麻烦你啊。不麻烦呀，可儿是我干女儿，我是她干妈，麻烦什么呀？是，那不能让她赖上你吧？你说你将来有了男朋友，你也得抽时间陪人家了，对吧？我前天还跟可儿说呢，我说你要不是你，我说你干妈可能早就嫁出去了。哎，你别这么跟孩子瞎说啊！吃了吃吧。你对每个校园霸凌案的参与者都做了行为推案啊？你之前都是这么查案子的？不然呢？原来你不是个只会收黑心钱的律师。你之前说我冲动、缺乏理智，你说的对。知错就改，你还有救。都怪我之前的自以为是，差点就害了另外一个孩子。办案子
过去就是过去了，不能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我想去看看吴博文，可以吗？没有必要吧？为什么？你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知道自己在办案上的错误，这就足够了。可是我想跟他道歉，说不定……那你见到他，准备跟他说什么呢？如果你真的觉得内心有愧，那就努力做好你自己，不要再对他造成2次伤害。吃吧。1个不起诉，5个被附条件不起诉，只有你代理的这个起诉了。按市委托人胡说八道，孙超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急功近利，想从任天宇那个地方弄点股份，你再怎么胡闹我都默许了。你现在在这不择手段。我不择手段。对，我不择手段。那是因为我输了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我要是赢了呢？你还会这么说吗？以往哪个案子我不是这样打的？我胜率那么高，你当时怎么不说我不择手段？去领你的工资，给我滚！不能赶我走。我为什么不能赶你走？因为我在这个律所比所有人时间都长，律所的很多事情我都了解。所以呢？所以你不会舍得我走的，对吧？孙超啊，孙超，亏你还说你对这个律所了解，连我都不了解。我林薇薇什么时候有舍不得的东西啊？舍不得你。用不了多久，司法局关于吊销你执照的决定应该就下来了。弄不好公安机关还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你现在不滚，难道非要等到那个时候，当众的且声名狼藉的滚吗？你等着。博文的案子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这个案子能这么快处理干净，你那个任天宇功不可没，我该好好谢谢他。谢什么呀？他是咱们律所的律师，帮你天经地义。你倒是一直对他很有信心呢。原本我还想，如果任天宇打不赢，找个理由让他滚蛋。你怎么对他有这么大的戒心啊？这个任天宇，野心直接摆在明面上给你看，上来就拿着我们求而不得的项目直冲 CBD 计划，你不觉得有点刻意吗？垄断 CBD 地区集团公司的法律业务，这应该是每一个律所梦寐以求的事情。他把这件事情写在脸上，没什么问题吧？而且这证明他是一个逐利的人，逐利的人就有软肋，有软肋我就可以控制，只要控制得好，他就可以为我所用。再说了，舅舅，您怎么会觉得喜欢钱的人有问题呀？
还钱没有问题，问题是看他要钱的手段是什么。您还是不信任他？走走看吧，我倒真希望他是你说的那种人。不然呢？像他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我最喜欢了。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我可提醒你啊，猎物归猎物，不能动感情。巧了，我也这么提醒过他。都想跟我斗。那个魏清明，居然敢在背后算计我，他真会挑时间。一个魏清明也值得你着急上火的。他怎么算计你的，你就让他怎么吐出来就好了。最近啊，事儿都赶一块儿了。等我忙过这段，我会好好收拾他。我能从吴一景的手里抢下这几个单子，多亏了你，还有任律师。魏总，别这么说。我很疑惑，吴一景是你们大股东，你们为什么要对他下手？股东值钱吗？我们可是说好了，给你的这些单中，有一半是我们的。你们的能力我是见识过了，不过我还是很担心。吴一景可是个老狐狸，他会铤而走险吗？吴一景的司机，不仅是司机，还是我们最重要的突破口。接下来，就看你的了。好，我会和那几个老板说一声，吴一景要是跟他们开口的话，他们该怎么说？好，给好，下回补上，听见没？好，慢点，别走，慢点，我们再见，我们再见。这帮王八蛋，喝到老子这么晚，没一个肯借钱，真是墙倒众人推。走吧。那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周全的吗？没有了。以现在的情况，贷款是来不及了，他只能走那条路。好，接下来就看魏总你的了。可惜你不喝酒。好酒。你喜欢打我是不是？打呀打呀打呀！我告诉你，我宁愿待在监狱，也不愿意待在家里让你打。李明启是你儿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究竟是因为谁，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？我每天辛苦忙前忙后的赚钱，你个老子就知道捅娄子！其实李明启想要的很简单，一句道歉，一句关心。你也不想等到他2年之后出来了，还依然对你心怀怨恨吧？
会见10分钟，可以开始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笑什么？李波，你现在打不到我了，你是不是特别失望？哎，我是不是给你们李家丢人了？你以为我想有这样一个爸爸吗？啊？我没得选，我没得选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吗？从小到大，你愿意听我说话吗？你听过我说一句话吗？你每天只知道打我，只知道骂我，是你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，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。要是妈妈在的话，我就不会这样了。会见时间到。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儿子，爸爸错了。为什么到现在了，你跟我说对不起？为什么你现在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为什么他现在要跟我说对不起？你为什么要现在跟我说对不愿所有人都能活在阳光下。找人订好江文静，如果他去学校的话，及时通知我。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你不想让他接济吴义景？你好像对他越来越上心了。我有点事儿，先出去一趟。
好，我想找下星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朱姐。您好，请问您贵姓呢？我叫严律。好的，我帮您问问。喂，您好，这里有位严律先生找朱小姐。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严先生，朱小姐出去了，不在律所。她说了她去哪儿，什么时候回来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要不然您下次再来吧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你怎么找这么偏僻的地方？害我找了半天，脚都疼了。小姐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你点了吗？我跟他一样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姚真，你说我想做一档普法栏目，会有人看吗？普法节目？我想告诉那些正在遭受不幸的孩子们如何生活在阳光下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校园霸凌案，让你心疼了吧？我想告诉现在的孩子们，人生的出路不仅仅是只有自杀或者暴力这样的极端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好，我支持你。你家的情况我很了解，你女儿的病不是一点小钱能治得了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就算是要用钱，我也会向吴总求助。吴卫警现在什么情况你不了解吗？你只是他的司机，他对你有这么上心？只是让你在适当的时候停车，说点适当的话。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，仅此而已。任天宇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？姚真约了我出来。先生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先这样吧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刚好陪一个客户过来歇一下。那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刚还在跟姚真聊呢。我想做一档普法栏目，告诉那些正在遭受不幸的孩子们如何勇敢地面对问题，生活在阳光之下。好事儿啊！可是我很快就要轮岗回检察一部了，普法栏目又是未检的，这可怎么做啊？我觉得不妨碍啊。本来你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法律大 V， 只要你用心做，一定不会差的。而且卫检也不会因为你是其他部门就不让你做吧？说到底啊，还是你们检察院内部的事儿。那我今天回去就写计划案，到时候你帮我看看。行吧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加害我？你有的选吗？想救你的女儿，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。我知道了。会安排的。我是不是电灯泡啊？600万。我刚想起来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去做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。本来还想送你回去的。不用了，我跟他聊完打车回去就行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回见，电灯泡。回见，大律师。人都走没影了，还看呢？说什么呢？
眼睛里都能滴出水来。哎，就你刚才看他那眼神，我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瞧过别人。你说他是不是挺好的呀？帅气又绅士，说话有条有理，斯斯文文，还很幽默，不错啊。怎么样，有想法？我妈让我带他回去吃饭啊，这么着急？是有点着急哈。这何止是着急啊，是你爸妈都想把你赶紧嫁出去了。才不是呢，我爸妈是因为之前在医院碰见过他，想感谢他从火场中救了我。掩饰，绝对的掩饰。那你说我到底带不带他回去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谈了那么多男朋友，哪个带回去过？你那些男朋友都不靠谱。是，你们家任天宇最靠谱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你愿意，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。你先问清楚再说。说的有道理哈。打扰一下，为您上菜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。请慢用。其实呢，今天我有一个事情也想要问你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约我出来干嘛呢，说吧。你觉得颜律这个人怎么样？颜律啊，挺好的呀。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？你不会是……哎呀，你就说有没有嘛。这我不清楚，他刚从部队退役不久，而且都是独来独往的，应该没有吧？太好了。姚真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们俩的性格可是天差地别，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，你最好想清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呀，才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呆板。你还记得我之前一直跟你说的游戏上的小哥哥吗？记得呀，当时你不还说人家什么“此人只应天上有”，他就是颜律啊。怎么可能？我平时在单位没怎么见颜律玩游戏。哼，上回他跟我说的，他在检察院里工作。不是颜律，难道是你啊？检察院里面那么多男生，你怎么确定就是颜律啊？不可能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就是我的小哥哥，颜律就是我的小哥哥。我已经约他了，过几天见面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到哪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会迟到一会儿，稍等哦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也没到呢，你慢点就行。那一会儿见吧。一会儿见。范有黎，姚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，我在这儿锻炼锻炼，晨练。那个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路过这儿，家在附近，行吗？行，都行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渴了，要不然咱换个地方。没关系，可以呀。哪里？我妈叫我回去吃饭。旁边有个咖啡厅，我们去咖啡厅吧。我办。啊。好，马上到。哎呀，这个催得有点着急啊。我爸也是没完没了的。啊，那个父母都这样。
那个那什么？哎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我说我就先回去吃饭了。啊，那太好了。那我也到处转转，锻炼锻炼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啊。你是 KV521，你是 Coco。你闭嘴！我不是，我现在不是，我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约我来的。你闭嘴！我没有约你。你一个星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都不知道吃什么的人，吃的乱七八糟的，你怎么可能是 KV521？养均衡。你闭嘴！你刚刚还说你妈叫你回家吃饭，你还说你是我爸。你自己说。你闭嘴吧！你怎么可能是 KV521？KV521还送我礼物，你会送我礼物吗？每天都不知道吃什么的人，谁让你来这儿的？没事干。我真的是 KV521。